为什么都说元朗是少妇杀手呢？我的答案是因为他才30岁，还没玩够。因为我才30，我还没玩够呢。看过这部剧的人都知道，许三多是少男杀手，毕竟无数个热血青年都因为许三多这个角色踏入了军营。可元朗为什么被封为少妇杀手的称号呢？不说别的，就像看元朗抽烟的这个劲，一副痞帅流氓的感觉。可仔细再一看，这个角色竟然是个全能的精英队长。我说这种反差感最能拿捏女人了，你们不反对吧？再看元朗来找许三多的单独谈话，有人说许三多遇到元朗，那简直就是小白兔遇到了狐狸。但我觉得狐狸形容的还不够准确，应该说是小白兔遇上了狼的头目。平日里一向冷酷无情的 A 大队队长，在许三多面前竟露出了滑稽可爱的一幕。你一个人待在这是怕鬼吧？鬼？什么鬼？啊！说话铿锵有力，简洁果断。试问一下，就这种男人谁会不爱啊？不得不说，导演挑人的眼光确实毒辣。当时不少人喜欢高成，也有喜欢史金的。可自从高成的戏份少了，史金也退伍了，很多人都准备弃剧的时候，元朗出现了，硬生生把所有观众都又留了下来。喜欢这座桥吗？想不想要啊？这是军队的财产。我是说，想不想到我那儿去？报告，我是钢铁连第4天956个兵。算是你的回答是吗？是。可就是这么一个邪魅经典的中校角色，段奕宏在拍摄期间却是剧组里最受折磨的人。早在《士兵突击》开拍前，康洪雷导演就认准了元朗这个角色必须段奕宏来演。可找到段奕宏时，却2次遭到拒绝。他不是不想演，而是怕把元朗这个角色演砸了。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记得我选择这个戏，曾经2次推辞过康导，他见我2次。我一开始不喜欢我这个角色，真不喜欢。你觉得我怕我把他演成一个只会喊口号的那种大呼小叫的那么一个军人形象。在这之前，段奕宏已经演过不少军旅教官的戏，内容几乎都是冷酷装严肃。他知道这种感觉会给观众留下刻板印象，所以他更倾向于细腻温柔的史金，那个有担当的军中之母的角色。可康洪雷导演对此直接回绝，并用激将法告诉段奕宏：“你不是塑造能力强吗？我看看强到哪了。”除此之外，康洪雷导演还让段奕宏按自己的想法去演，他要的就是一个不同于传统荧幕印象的中校教官。至此，段奕宏终于决定接下元朗这个角色。他为了贴合身份，每天疯狂做俯卧撑，跟着特种兵教官训练。可当他累得连水杯都端不起来的时候，康洪雷导演只是淡淡说了一句：“辛苦了。”除此之外，元朗的台词非常奇怪，既低沉又要给人感觉有力，同时还要有点让人琢磨不透的劲。段奕宏为此每天都提前到片场，反复打磨，一字一句的分析。可就算如此，康洪雷导演还是没有多说什么。据段奕宏所说，拍摄元朗的戏份，从开拍到杀青，康洪雷导演从始至终都没给过一句评价，没有表演也就算了，就连意见都没有提过。一个整部戏下来，导演没夸过你，对，郁闷吧？太郁闷了。讲讲，现在可以讨伐他。我觉得元朗是没有，元朗几乎从头至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康导就没有表扬过我。其实对演员来说，怎么说呢？尤其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演员毕竟是有些时候情感是比较脆弱的嘛，他想从你得到一些，尤其是导演得到一些肯定。元朗本身我接这个人物，我觉得在我心底里根本就没有底。段奕宏每天拍摄都是提心吊胆的，他不知道自己演的到底有没有让导演满意。而且段奕宏在此之前就已经演过很多次戏，导演都会在拍摄中途给出合理意见让他修改，塑造出更好的角色。可康洪雷导演就是没有多说过一个字，大家一定都知道，这种沉默不会让人更加有自信，反而是会压力越来越大。直到有一次，段奕宏终于忍不住开口问了导演。康洪雷解释过后，段奕宏也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不是不重视元朗这个角色，反而是这个角色太过重要。于是他选了一个最极端的方式，就是用冷暴力来激发出最佳状态的段奕宏。元朗在剧中饰演 A 大队的队长，
年轻的中校教官，本身就是一个孤独冷血的角色，他要在冷漠的思考中选择战士，不能有太多外露的情绪，所以康洪雷导演才会用同样冷漠的方式对待段奕宏，以此让他流露出最自然的冷酷。